这个呆头呆脑的奥特曼不一般，他是来自 Z95 星云的在阿斯奥特曼，此刻正在山涧内修炼。红上衣、红裤子，还有一双红色的袜子。看来今年是在阿斯的本命年。他捡起一块石头扔向空中，然后使出斯派修罗光线射中石头。石头没打着，自己却被山体反射回来的光线搞得手忙脚乱。一不小心，在阿斯有只手插进了泥潭。洁癖的在阿斯当时心态就崩了，他迅速跑到山泉边清洗起来，清洗的姿势也甚是撩人。这一幕刚好被远处的一个男人录了下来。这个男人是个大坏蛋，潘森星人。他控制了一只吞金兽，在地球到处吞噬黄金，然后通过黄金的能量为自己进化。这天，宇宙和平组织 MYD 检测到吞金兽的踪迹，他们驾驶飞鱼号最终到了一个湖底的隧道里。飞鱼号用镭射攻击吞金兽，但没有效果。吞金兽一巴掌就把队员们打回了加油站。加油站是 MYD 伪装的基地。这个保洁员叫圣人，就是刚刚在山间修炼的在阿斯奥特曼的人间体。他刚加入组织不久，这里的同事对他并不友好，唯独有一个女队员小透对他不一样。这时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开进了加油站，他正是头牌在阿斯奥特曼的潘森星人。他这次前来就是想找出在阿斯的人间体。潘森星人假装和圣人握手，然后用淤泥涂满了圣人的手掌。圣人心态又崩了，迅速跑到洗手间清洗，清洗的姿势依旧撩人。潘森星人通过透视眼看到这一幕，对比了在阿斯销魂的姿势，发现圣人就是在阿斯的人间体。潘森星人要开始实施第二个阴谋。走出洗手间的圣人遇到小透，小透告诉圣人，一个大男人不必拘谨，他喜欢那种不拘小节的男人。面对如此直接的表白，这不狗粮来的猝不及防。此时吞金兽还在继续吞噬地球上一切含有黄金的东西。MYD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吞金兽的意图，他们决定要干掉这只怪兽。队长通过人工智能查询，发现吞金兽怕火，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，利用黄金做诱饵，把吞金兽吸引过来，然后用火干掉它。说干就干，于是他们借了几吨黄金摆在地上当诱饵，静等吞金兽上钩。一只怪兽从地底钻出，他嗅到了黄金的味道，这只怪兽正是吞金兽。MYD 队员慌乱中登上了飞鱼号，他们看到吞金兽已经进入陷阱，于是开始实施火攻计划。就在 MYD 以为取胜之时，吞金兽竟把火焰吞了进去，然后对着飞鱼号喷来。飞鱼号瞬间变成了烤鱼号，灰头灰脸的队员们回到加油站。队长质问人工智能为什么吞金兽不怕火，不靠谱的人工智能也是一脸懵逼。闲暇之余，小偷约圣人来到小树林，风和日丽，郎才女貌，又是一顿狗粮来袭。小偷一曲悠扬的笛声让圣人听得入迷，他告诉小偷，只要听到小偷的笛声，他体内就有一股洪荒之力在冲撞。你还别说，圣人这哄妹子的水平还挺高。小偷开出飞鱼号，带着圣人去兜风。第一次坐飞鱼号的圣人内心喜悦无比。无意间，圣人发现两个巨大的物体站在山间，他们决定去查看一下。圣人和小偷偷偷猫了过去，原来是潘森星人正在用黄金的能量进化。进化后的潘森星人大脑袋开始冒烟，变成了更厉害的样子。第二天，嚣张的潘森星人开车冲进加油站，这次他抓起圣人，就在他的脸上涂上了许多乌黑的泥巴，然后扬长而去，甚是惊人。这时小偷又吹起了笛子，他在给洗手间洗脸的圣人加油。听到小偷的笛声，圣人的洁癖症似乎没那么严重了，反而变得开心起来。突然外面闪电雷鸣，小偷和小伙伴们被一束光吸走。圣人返回洗手间，拿着牙刷快速刷起来，他要变身在阿斯奥特曼去营救小偷，可是怎么也不成功。这时人工智能识破了潘森星人的阴谋，他告诉 MYD 队长，吞金兽不仅仅是一只怪兽，自身还是一颗核弹。潘森星人想诱骗在阿斯用修佩拉光线引爆吞金兽，从而把地球炸成粉末，这样潘森星人就能获得地球的金元素。此时在洗手间的圣人还在不停的刷牙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刷了几万遍牙齿后，圣人终于变成了在阿斯奥特曼，他一飞冲天前去营救小偷。在阿斯不知道潘森星人的阴谋，看着已经出发的在阿斯，队长急了，队长立刻驾驶飞鱼号紧急出动，他要告诉在阿斯奥特曼，这是潘森星人的阴谋。在阿斯早已到达战场，摆开姿势就要用斯派修拉光线攻击吞金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飞鱼号赶到，队长大喊让在阿斯不要用斯派修拉光线，在阿斯才赶紧收手。潘森星人看到阴谋被识破，一个闪电就击落了飞鱼号，无奈的在阿斯只能用物理攻击吞金兽，不料被吞金兽的魔法反弹回来，一滩污水从地下冒了出来。这是潘森星人的 B 计划，他要用污水恶心死在阿斯。好狠毒的计划，也只有潘森县人这样高级的外星生物才能想到。在阿斯望着眼前的污水，又看了看对面的小偷，一定是爱的力量。在阿斯拿定主意准备下水，随着在阿斯慢慢进入污水潭，他胸前的计时器也开始闪烁起来。突然在阿斯脚下一滑，落入了污水之中。这时小偷意识到在阿斯就是圣人，于是拿起了笛子吹了起来。
小伙伴们也会在阿斯呐喊，队友们也在为塞阿斯打气。终于奇迹出现了，一束光从污水中传出，塞阿斯冲天而起，跳到吞金兽面前和他厮打起来。塞阿斯躲过吞金兽的过攻，又躲过了他的闪电攻击，一个无影脚就断掉了吞金兽的一只脚。潘森星人见状，一下子跳到塞阿斯面前攻击塞阿斯，无奈双拳难敌四手，在潘森星人和吞金兽的夹击下，塞阿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潘森星人和吞金兽这两个载种站在各自的对面攻击塞阿斯，塞阿斯再次躲过他们的攻击，潘森星人和怪兽被对方电了一哆嗦，塞阿斯瞅准时机上去抱住潘森星人，一脚就踢在了他的大脑瓜上，把潘森星人踢了出去，然后几个后空翻跳到吞金兽面前，使出一个闪电膝撞，直接把吞金兽给劈死过去。塞阿斯又冲到潘森星人面前，一个手刃就劈在了他的脑门上，再接连几脚就把潘森星人打毛。潘森星人高高跃起，扑向塞阿斯，塞阿斯顺势一掌踢在了潘森星人的咽部。这次愣了3秒之后，慢慢的转过身来，对着塞阿斯又发射了光弹。塞阿斯身体高速旋转避开光弹，一脚就把潘森星人踢回了老家。然后塞阿斯举起吞金兽这个自爆炸弹，把他送到了外太空，用斯派修拉光线把他引爆。故事最后，圣人和小偷幸福的在一起。影片结束，关注我，我是小影，电影新解说，经典不错过。